台湾是毒刺导弹的老客户，从1996年开始至今，美国向台湾交付了74套复仇者车载发射器、61套双联装毒刺导弹发射器、1000多枚毒刺导弹，加上30架阿帕奇上的173枚，以及最新接收的250枚毒刺导弹，台湾手里现在应该攥有2000枚左右。新接收250枚毒刺导弹，属于 FIM-92F 型，是目前毒刺导弹的量产型，同时也是西方原物型号。本来台湾拿到货还挺高兴，想着借助7月24到28日举行的年度汉光39号士兵演习，拿出来秀一波实力。但没想到6月30日，有俄专家跳出来说，美国运往乌克兰的毒刺导弹性能并不像美国希望的那样有效。相比之下，还是真式导弹更加强大。那事实真如俄专家所言吗？目前，便携式防空导弹已经发展到第3代，其生产数量高达几十万枚。第1代以美国的红眼睛和苏联的 SA-7 导弹为主，第2代以毒刺导弹、英国吹管导弹和瑞典的 RBS-70 导弹为主，第3代则是以毒刺的改型、俄罗斯的针式和法国的西北风等导弹为主。在代次上，毒刺和针式是相同的，但这并不代表针式就比毒刺强。毒刺是有史以来击落战果最多的防空导弹，尽管毒刺导弹在1982年的英阿马岛之战就得以实战，不过直到阿富汗战争期间，它才真正扬名。当时阿富汗游击队在战争中一共发射了340枚毒刺导弹，成功的命中了269个目标，击杀率约为79%，不可谓不恐怖。在最近的俄乌冲突中，毒刺也成为了乌军对抗俄军卡52、米24等机型的重要武器。如今的毒刺导弹不仅可以由单兵发射，还可以装载在其他发射平台上，如复仇者防空导弹系统、M2 步兵战车或是黑鹰、阿帕奇等武装直升机都能携载。而真式导弹畅销30多个国家，在最近的俄乌战争中，乌军用真式导弹成功击落俄军苏25攻击机。从基础属性上讲，毒刺导弹长 1.525 米，弹径70毫米，战斗部重2到3公斤，全弹重 10.1 公斤。这个重量对于士兵来说并不算困难。导弹最远射程在4800米，而真式导弹长 1.574 米，弹径72毫米，战斗部重 1.17 公斤，全弹重 10.8 公斤，最远射程在5000米和5200米。两者数据相差不大，但要说区别，也就是2款导弹的战斗部不同。真式导弹采用的是定向破片战斗部，而毒刺导弹采用的是连续杆战斗部。那是因为战斗部才让俄专家觉得真式导弹更强吗？这2种战斗部有什么区别？我们知道，现代防空导弹为了取得较大的杀伤效果，都会在战斗部内装填高能炸药。所谓高能炸药，一般是指爆速和威力大于常见的 TNT 的炸药。TNT 的初始爆速在大约8000米每秒，是一种常见的中高级炸药，但受体积影响，留给战斗部的内部空间并不是特别的大。在装药总量有限的情况下，仅靠爆炸冲击波来杀伤空中目标明显是不够的。于是就有人想到，在高能炸药的周围埋入填充物，就像提前给手榴弹绑上铁片一样，用爆炸后产生冲击波和高速飞行的铁片来同时杀伤目标，这样会极大地增强防空导弹爆炸后的杀伤半径和杀伤效果，让敌空中目标即使在大范围机动下，仍然会被剧烈杀伤，导致坠毁。根据填充物的不同，大体可分为定向破片杀伤战斗部和连续杆杀伤战斗部2大类。定向破片杀伤战斗部是指在爆炸时能在某个方向上形成破片密度杀伤，主要分为自然破片和预制破片。
自然破片是在爆轰产物作用下将弹头壳体炸碎形成破片，杀伤敌人。而刚才讲的给手榴弹绑铁片就类似预制破片，预先将破片加工成型，嵌埋在壳体内部，粘合在炸药周围，靠炸药爆炸产生的巨大能量将破片抛射出去，以高速度飞散毁伤目标。只不过手榴弹加破片形式没有定向，爆炸后破片会四面八方飞射出去。而像反步兵定向地雷就是一种最简单原始的定向破片杀伤，通过引爆装在钢板后的炸药，使其破碎产生破片，从而达到杀伤敌人的目的。相比之下，空导弹和防空导弹的定向破片战斗部则更加精密复杂。如 S-300V 系统采用预制破片定向杀伤式战斗部总质量为150公斤。为了使其能同时对付战术弹道导弹及飞机，采用大小两种破片。大破片用来对付战术弹道导弹，通过定向飞散，增大了破片的飞散密度和战斗部的威力半径。为了弥补拖把量小时定向起爆方位的不准确，在大破片定向的其他方位增加了小破片，使在小拖把量时各个方位具有杀伤效果。而毒刺的连续杆战斗部其实也是预制杀伤战斗部的一种，不过爆炸后不是定向飞散的破片，而是形成一个迅速扩张的杀伤环状体，来直接在空中切割目标，看起来就像一个飞行的钢锯片。不过连续杆战斗部在使用中也存在连续杆影响末端速度、杀伤范围小等问题，后来便在连续杆战斗部基础上又发展出了离散杆战斗部，它既保留杆形破片的切割效果，又加大了杀伤范围。至于这俩战斗部谁更强，目前并没有统一的说法。若只是论击落目标，只要命中距离在一定范围内，无论使用哪种战斗部都足够击落空中目标，因此没有强弱之分。那像毒刺导弹是怎么成为最著名的低空杀手的？在现代战场上，战机为了躲避敌方雷达探测，一般都会利用雷达盲区进行超低空突防。但是这样的机动动作很容易被士兵观察到，并用便携式防空导弹将其击落。由于击落率过高，也就有了低空杀手的称号。这次俄乌冲突中，俄空天军多架先进战机被乌军士兵用毒刺、星光等便携式导弹击落，就跟俄军采用低空突袭轰炸战术有很大关系。俄军为什么明知乌军有大量的便携式导弹，为什么还要采取这样的战术？这是因为精确制导炸弹十分昂贵，加上俄军缺乏足够多的该类导弹，因此俄空天军就只能携带普通的航空炸弹，降低飞行高度，对乌境内设施实施打击。这也就给乌军使用便携式防空导弹提供了打击机会。比如俄空天军的苏34就曾是被乌军用毒刺导弹击落。俄空天军的苏34虽然较为先进，但是在超低空飞行时也逃不过被毒刺导弹锁定的命运。加上打击时双方距离较近，且苏34没有导弹逼近警告装置，很难快速反应释放干扰弹和进行机动规避，最后只有被击落的命运。相反，如果苏34携带的是精确制导炸弹，就能在数千米甚至上万米的高空进行投放，那毒刺对其构成的威胁就很小。即便遭到锁定，飞行员也有足够的时间反应并释放诱饵弹和进行机动规避。事实上，毒刺这样的便携式防空导弹不只被俄空天军所讨厌，这类武器在其他地区和冲突中也是令人头疼的武器。即便是强大的美军，在阿富汗、叙利亚等冲突中，也有无人机和有人战机被便携式防空导弹击落的例子。怪不得最近台湾军事专家呼吁要将无人机防范项目纳入演习。毒刺导弹估计要和其他的近程防空导弹、高射炮和弹炮合一系统，构成了台湾防空拦截体系的最后一道屏障。毒刺导弹有两大优势，射后不管是毒刺导弹最大的优点。首先，毒刺导弹具有红外线和紫外线双波段追踪能力，再加上软件控制，能够提供方位探测和自导引能力。如台湾的 FIM-92F 型号升级了可编程式的微处理器，采用了一种玫瑰花瓣的扫描模式，导引头按照玫瑰花瓣形状进行扫描，其灵敏度非常高，兼具极窄的瞬时市场和较宽的综合市场的优异扫描性能。
能非常有效地分辨红外诱饵弹和目标战机之间的差别。即使在有红外干扰弹的情况下，台湾毒刺也能击中目标。同时，毒刺导弹还安装有一套综合 AN/PPX-1 IFF 系统，能够对敌我目标进行区分，避免误射。当射手在光学瞄准器的视域中捕获目标时，只需按下 IFF 呼叫开关，该系统能够在 0.7 秒内给射手一个音频讯号提示，告知目标是友军或无法识别。IFF 系统的方位角在10公里范围内是相同的。当战场情况复杂时，识别敌我的能力至关重要，这样才能保证防空导弹对敌机实施有效的打击，保护己方的战机免遭己方防空导弹的打击。所以一般情况下，毒刺导弹操作手只要按下发射按钮，等导弹飞离发射管后，就可以继续装下一枚导弹，打击下一个目标了。训练有素的毒刺小组换弹间隔一般都小于10秒。目前，毒刺导弹的部署方式有4种，即密集部署，可用于要点防御；混合部署，补充其他防空武器的不足；机动部署，以支援行进中的部队；集中部署，协同其他防空武器，共同完成防空任务。不论哪种部署，都要充分考虑到便于观察，保证视线联络及安全性。部署间距要保证火力的重叠性。像在乌克兰战场，乌军采用的最多的就是混合部署和机动部署。除了刚才讲的击落了苏34外，拦截最多的还是俄军的导弹和无人机。如去年的10月份，乌克兰国防部就曾宣称，俄军发射的各型84枚导弹中有43枚被拦截，24架自杀式无人机被拦截13架。俄军在第2天发射的20枚导弹中，则有20枚被拦截。超过15架自杀式无人机中，大部分被击落。当时泽连斯基还特别提到了乌军士兵德米特罗·舒姆斯基，这名乌军士兵使用毒刺导弹连续击落了2枚俄巡航导弹。德米特罗·舒姆斯基隶属乌军第57独立无线电工程营防空导弹排，部署在切尔尼戈夫方向。由此可见，巡航导弹是可以被拦截的，难的是如何及时发现并进行预警。而毒刺能在俄乌战争中大显神威，是有着美国及整个北约在对俄空军进行严密监控。从天上的间谍卫星，再到空中的预警机、侦察机，都在时刻监视着俄军基地的一举一动。只要俄军战机起飞，就逃不开北约的监控。然后北约会把俄军战机情报实时地提供给乌克兰指挥部，乌军指挥部进而安排沿途乌军的防空部队进行拦截。这样一来，乌军的防空部队守株待兔，只要等到俄军战机进入射程，高空让 S-300、山毛榉、IRIS-T 等中远程防空系统上低空毒刺、星光、西北风等便携式防空导弹，就能让俄军战机有来无回。那今后毒刺和其他便携式防空导弹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呢？自然是朝着更适应新形势下的作战需求方向发展。如毒刺就一直在升级，这才有了在俄乌冲突中的亮眼表现。又或是乌军手中的星光，它与毒刺和针式导弹有较大的区别。比如星光导弹的最大射程不但达到了7000米，而且最大飞行速度达到4马赫以上，是目前飞行速度最快的便携式防空导弹。星光导弹与目前大部分便携式防空导弹采用红外制导方式不同，考虑到打击现代战斗机和直升机仅靠红外制导很难跟踪和锁定，所以该导弹拥有红外、雷达、光学、镭射、无线引导等多种锁定制导方式，能防止被战机发射的红外诱饵弹和无线电干扰装置欺骗干扰。只不过这种复杂的制导方式也使得更换弹药的时间变得很长，所以一次装填就要消灭所有目标。另外，星光导弹缺乏射后部理机制，步兵于射击时必须一直原地锁定目标，导致易受反击或被其他部队攻击。因此，毒刺或是其他的便携式防空导弹，除了在使用灵活性、智能化和操作性上做到了进一步提升外，应该会在制导方面持续改进升级。尤其是随着战机新型红外诱饵弹、定向红外干扰系统的使用，为了保证导弹的作战效能，今后的便携式防空导弹还将采用红外凝视成像与多模复合制导技术来提高抗干扰能力。同时，战斗部也将换装更高能的炸药，增加杀伤范围和威力。毒刺和其他便携式防空导弹均具有价格低廉、耐用性好、作战反应时间短等优点。
一枚10几万美元炮弹换一架上千万美元的战机，绝对划算。他们从行军状态转入作战状态只需不到1分钟时间，即使在恶劣的地形环境下，士兵也可以将导弹扛在肩上发射。因此，这种导弹对打击低空飞行目标十分有效，这也是毒刺为什么被各国大量装备的重要原因。好了，关于毒刺导弹，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